我刚获得造物主的能力，可隔天就被医院诊断出了胃癌晚期。为了活命，我将老家的果园改造成了一片沙盘世界。我尝试加速生命的演化与进程，只希望能创造出一个可以治疗癌症的文明。方形沙盘被里面的小人不断探索，他们有一天突然惊骇地发现，这个世界天圆地方，甚至有身高万丈的超大型巨人。当文明发展不符合我的预期的时候，我便将一切推倒重来。我会给每个文明的英雄一个向我提问的机会。每当他们问我创造世界用了几天时，我想起自己刨土建造沙盘时的场景。我创造这片土地足足用了7天，于是神造万物仅用7天的传说便在这片土地上流传开来。文明一次次在我的沙盘中更替，但谁又能想到，这么多绚烂辉煌的文明却都起源于一粒孢子。当初我在果园的100亩沙盘中建了一片人造潜水池塘，并按照盐水比例将它做成了海洋。我在这片中央海洋里投入了大量虫族孢子，并将细胞分裂的速度加速了10000倍。现实每过1天，沙盘中便过去10000年。然而即便如此，足足到第5天，这些单细胞才开始进化出一些浮游生物。中央海洋肉眼可见的变得浑浊，于是我赶紧设下基因限制，约束孢子生物的体型，不能让这些生物进化的太大。第6天下午，经历了前5天单细胞的古生代海洋后，海水里终于出现了多细胞生物。短短几分钟，就像加速播放的生态纪录片物种，不断在几秒钟内诞生，又灭亡，接着生出下一代。但等到太阳落山，不出我所料，沙盘世界迎来了它的第1次物种大灭绝。12小时的黑夜意味着这里将失去阳光长达5000年，大片水生植物枯萎沉入海底，夜色之下了无生机。我的沙盘环境太小，稀少的生物基数不足以进化出适应环境的新物种，但我这海洋里的可是有适应力极强的虫族单细胞。月光洒落半小时后，一抹淡淡的蓝色在满是植物尸体的海面浮现，那是蚂蚁大小、树叶形状的蓝色植物。没想到失去了太阳直射，这种植物竟然把光合作用的源头对准了月亮。我惊叹万分，将这种植物命名为蓝银草。这株植物成功挨过首轮物种大灭绝后，在短短几秒内开始迅速演化。蓝银草疯狂地适应黑夜环境，像荷叶般平铺在海面，大范围吸收院子上空的月光。又过了1个小时，它经历了数万代物种演化，开始形成各种分支，甚至发展出2个分化物种。一部分蓝银草继续吸收月光，加强转化效率；另一部分竟然转为肉食，依靠吸收月光，散发出淡淡荧光，吸引其他蓝银草浮游过来将其吞噬。观察到这里，我忍不住赞叹生命的顽强与奇妙。这个唯一存活的水生植物，竟在黑夜的海洋里发展出了自己的多样化生态。我突发奇想，打算记录这些事情，于是我赶紧找出一本黑色笔记本，翻开《创世纪》的第1页，写下暗五季，天地骤变，日落月升，世界陷入长达5000年的漫长黑暗，99%的海洋生物大灭绝，仅剩蓝银草活下来。在这片黑暗海洋中，蓝银草成为该纪元的霸主。我看着已成生命海洋的池塘，默默期待接下去便是海生动物。我的虫族细胞又会进化出什么样的海洋动物？我一夜没睡，等到了黎明。可当第7天终于开始时，深夜繁盛的各种蓝银草迅速枯萎，习惯了微弱月光的它们像是被焚烧一样沉入海底。一瞬间，蓝银草开始大范围灭绝。到了下午，又一抹蓝色渐渐从枯死的群落中恢复升起。那是一株5星形状的蓝银草，它迎来了自己的变异，成功逃离了这一次大灭绝。它为了适应强烈的日光环境，又开始一代代繁衍。短短几分钟，这种蓝银草便死亡，新生了无数代，渐渐从蓝色蜕变，最终形成一片黑蓝色五角星海草。我感慨不已，将这一种类命名为紫兆草。翻开黑色笔记本的第2页，写下光武纪，天地骤变，月落日出，长达5000年的烈日悬空。曾熬过暗武纪的蓝银草霸主大范围灭绝，其中弱势一脉的紫兆草腾空崛起，成为主宰该纪元的时代主角。第7天的夜晚降临，紫兆草安然生活在海洋里，已能承受5000年的日月交替。与此同时，大量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使海水含氧量大幅提升，适合海洋动物诞生的条件已经具备。很快，海洋里的单细胞生物开始进化，最先出现的是一群黑色甲壳虫形状的生物。至此，海洋动物登上了进化纪元的历史舞台。看到动物出现的那一刻，我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扛着熬了1天1夜的疲惫身体，回到房间倒头就睡。醒来时已是沙盘创世第8天，我发现已有海生动物不满足于竞争激烈的海洋，演变为两栖类，在荒芜的海岸边生活。于是我赶紧在光武纪后面一页记录下第3纪元新生纪，各类动物大爆发，第一批海洋动物出现，物种盛世。无脊椎动物依靠甲壳一时制霸海域，成为纪元霸主，却未能称霸太久。脊椎动物诞生，以灵巧的优势将其击败，成为新生纪时期的霸主，爬出海洋，将统治一个漫长纪元。写完这些，我默默合上黑色笔记本。虽然孢子们即将进化出陆生物，但想要进化出智慧生物，却不知还要多久。于是我灵机一动，打算将自己的血滴进去。但这个想法太过大胆，慎重的我决定先用别的基因来实验。我出门前往动物园，以大学课题为由，买来了一只猩猩的血液样本。等我回到果园时，整片100亩微型沙盘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生态世界，山川满是绿意，平原长满奇形怪状的树木，河流里也有动物在游动。我走进这片巨大的100亩试验田，最终选中了一种甲壳虫形状的生物，将它们投放到一片只有1平米大小的全新试验田中。注入猩猩血后加速时间流逝，熬不过血液排斥反应的全部死亡，2天就死了数千万甲壳虫物种。我在活下来的群体中挑选了血液融合最成功的一小批，将其取名为虫源。虫源的外形十分接近人类，但与人类不同的是，它们身后长着圆形的黑色铠甲。培育虫源花费了足足2天，果园的100亩沙盘相当于已经过去了2万年。一些强大的物种出现，树木高耸入云，大量巨型物种诞生，意味着沙盘进入了类似侏罗纪的恐怖时代。其中最巨大的是头顶黑圆盘的走兽，已经抵达我设定的体型上限一只猫咪
的大小。我将实验出来的虫源一族投放到沙盘南面一个绿树环绕的大峡谷里，想知道在这样的时代，虫源们会如何生存。同时，我将沙盘的时间流速调成100年1天。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急匆匆直奔沙盘，观察那一批虫源。让我惊喜的是，他们已经出现了简陋的部落群居结构，甚至诞生了简陋的语言文化。但令我担心的是，他们实在太弱小了。他们2万年前的古老基因根本不足以对抗2万年后的巨兽。我不会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虫源灭绝。于是，我决定给他们制造一些文明的火种。我加急网购了一颗微型迎客松盆栽，并定制了一柄只比针尖粗一些、打造的极其精细的合金巨剑。等这2样东西送到时，已过去1天半。对虫源而言，就是150年。此时沙盘中的虫源一族已越来越稀少，几乎濒临灭绝。我对此反而有些欣慰，在这样的时代熬过150年都没灭绝，说明他们还是很有潜力。于是我将时间流速调成1:1后，走进了沙盘。这时的虫源部落断壁残垣，尸横遍野。快跑！这里也躲不住了，暗爪来了！几个雄性虫源低吼着让身后的妇女和孩子撤退，自己则挥舞着不知名野兽的拒绝棒，冲向前面几头漆黑干瘦、名为暗爪的巨兽。我们要活下去！妇女和幼小的虫源一路逃跑，面色绝望。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逃亡，而先前冲上去的几个雄性虫源，此时已变成了暗爪的食物，鲜血四溅。远远看到这一幕，我有些于心不忍。原始部落死伤太惨重了，而随着我的大步前进，正在逃窜的虫源们只感觉大地在震动。蛮荒气息的古老树林里，无数野兽受惊飞起，大片物种向外逃窜，山川被踏平。一些强大的物种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从天而降的一脚踩死。我快步追上那些逃窜的虫源士兵，先前那几头正在撕咬虫源尸体的暗爪，也被我顺便一脚踩死。天哪，那是什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生物？它比最大的白米巨兽分发还要巨大1万倍，竟然一脚就踩死了恐怖的暗爪！虫源们扭头看去，只见高耸入云的浩瀚生物，仿佛穿过天空白云的亘古巨人。他们尖叫起来，瞬间软倒在地。我听得懂这些虫源的语言，对他们的震惊毫不在意。毕竟我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造物主。逃啊，快逃啊！逃不掉的，我们不过是他一根毛发大小。无数逃跑的虫源瘫软在地，可在众人惨叫之时，一个幼年虫源却倔强地抬头看着天空，对我大叫：“你这个巨兽，也是要来吃我们的吗？你们杀死了阿爸阿妈，杀死了大秀，为什么我们那么弱小？”我有些惊讶于这只年幼虫源的勇敢，于是我心思一动，那么就选你了。我轻轻伸手，将这只虫源托在手心。这只幼小的虫源瞬间脑海一片空白，巨大生物的手掌仿佛漫无边际的大陆，而它不过是手掌上一道细腻的掌纹大小。它在抬头，万丈巨人的双眸仿佛天空璀璨的太阳。因为我对沙盘里的物种屏蔽了自己的面容，他们只能看到我散发朦胧光辉的模糊面孔。我单手托着这渺小的虫源，双眸平静。吉尔加美什，你想改变这一切吗？这年幼的虫源突然颤抖起来，他在我的手掌上大声尖叫：“你居然可以交流！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具备智慧的万丈巨人，为什么你要把我叫做吉尔加美什？”我用手掌托着它，将它平放在眼前，平静回答：“名字便是智慧的体现之一。”吉尔加美什站在手掌上，突然激动起来：“我们都能交流，都是智慧者，为什么你不拯救我们？你明明那么强大，那么伟岸！”虫源们并不知道我是什么存在，只认为我是类似巨兽的智慧生物。对此我也不打算解释。我手掌托着吉尔加美什，大步在山川河流上走动，大片树木与生物被踏平。我让手掌上这只弱小的虫源向下看，声音洪亮，响彻天际。你看这个世界，每一个物种都是平等的，你们和每一种植物、动物都一样。我为什么要单单救你们？难道就因为你们具备智慧吗？吉尔加美什顿时哑口无言，不然他开始绝望的大叫：“那你为什么来找我们？没有人能救你们，也不要妄图谁来拯救你，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但我能把文明的手段交给你们，让你们来自救。”吉尔加美什站在我的手掌上，震撼地望着下方。这是他第一次从云端的角度俯瞰这片浩瀚大地，山川河流蜷缩在眼皮底下，无数走兽在巨人脚底下逃窜嘶吼，形成一股震撼到极致的浩瀚场面。这是何等绚烂奇幻的高空风景，这是何等恐怖而令人憧憬的伟大力量。于是他颤抖着开口：“文明又是什么？”我从未想过要为这个新生的种族解释何为文明，于是想了想，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文明是火种，是知识，也是秩序，更是智慧种用来保护自身的强大力量。听到强大力量4字，吉尔加美什变得有些出神。我将它放到肩膀上后，走回大峡谷，然后把背包里网购来的微型迎客松栽在土壤里。这不过是一棵60厘米的迎客松，但对这片微型土地来说，却是高耸入云的无尽神树。仰头看去，云雾缭绕，巨大的蜿蜒树冠看不到尽头。想要得到文明的力量，就展现你的勇气，爬上神树。这是我对你的试炼，智慧与勇气的试炼。说着，我将定制的金属巨剑以及一根浸泡了煤油的火柴放在树顶。想了想，我又在树顶放了一颗含有白蚁基因的胶囊，这是之前实验创造虫源一族时的副产物。洪亮的声音再次响彻天际，这是文明的3样宝物。第一，裁决之剑，它是保护文明的武器，与遍及大地的野蛮种不同，能借助工具力量的物种才称得上智慧种。第二，火炬，燃烧着灼热的火焰，它是维持文明的桥梁，掌握火种就是文明的
启蒙。第3，力量之血，唯有世间最勇猛的勇士才能服下它。熬过力量之血的洗礼，你将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熬不过，你就会死去。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种族的命运，那就在火炬熄灭前爬上神树，获得文明的3样宝物。说完，我轻轻将这只幼小的虫猿放在地面上，然后在它的震撼之中大步踩踏山川离去。走出果园的那一刻，我立刻将沙盘的流速调快了100倍，这样只能燃烧短短数秒的火柴，对沙盘内的生物而言将燃烧数日之久。随后我用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了神树下的画面，幼小的吉尔加美什面色坚毅地爬上神树。在我眼里，这只小虫攀上树的动作快得只剩残影，短短几秒就摔倒了无数次，然后又奋力往上爬。10多秒时，他终于成功爬上了神树顶端。但实际上，对沙盘中的吉尔加美什来说，他已记不清自己爬了多久，又失败了多少次。在神树顶峰站在茂盛翠绿的树冠上，吉尔加美什高高举着剑，似乎在说着什么。紧接着又迅速化为残影爬下了神树。我有些好奇，便运用创世能力重现了刚才神树顶端的画面。只见吉尔加美什征服了神树，高高举起裁决之剑，将其挥过头顶。他俯瞰着神树下的众生风景，背后的骨甲漆黑发亮，坚毅的面庞满是自信。同样拥有智慧，我们未来也将如那智慧巨兽一样，每一个族人都有伟岸的神能，都有让无数巨兽逃窜的威势。我一定要带领族人站在顶端，让文明的火种洒遍大地。古老纪元的神树顶端，这一刻被记载成为永恒。千万年后，曾经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繁盛至极又昙花一现的最古老的延黎王朝。人们从考古中发现了献名为伟大君王谱写的延黎历史赞歌。这部最古老的文献《创世纪·延黎古史篇》记载，智慧巨兽高1万丈，面庞神圣，踏碎大地山川而来，降下神树设智慧试炼，即将文明的3样宝物，消与年幼的英雄王吉尔加美什。当我第2天早上醒来时，果园里的沙盘世界已经过了漫长的100年。对平均寿命40-50年的虫猿来说，已过去了2代人。我有些期待，经过2代人，当年那个青涩的虫猿吉尔加美什，他已经老死了吗？答案是并猿吉尔加美什，他已经老死了吗？答案是并没有。他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在我离开后的前10年里，吉尔加美什率领虫猿继续逃难。他惊叹于世界竟有如此神奇的事物：火焰能煮熟食物，能在夜间驱赶巨兽，能在寒冷的夜里提供温暖。难怪智慧巨兽会说，火焰代表文明的起源。而那柄裁决之剑，在这片原始巨林里，则是无敌的武器。吉尔加美什借助锋利的武器斩杀了无数猛兽，让族人苟延残喘，终于有了反抗之力。第2个10年里，吉尔加美什脱离青涩，走向30多岁。他变得雄伟高大，成为虫猿一族最强大的猎手，被部落称为英雄王。他甚至利用火焚烧土地使其肥沃，开始简陋的农耕。他不可一世，高傲蛮横，唯我独尊。智慧巨兽把文明3样宝物交于他手，他清楚地知道文明是知识与历史的传承。于是他大胆地开辟了记录种族历史的楔形文字，创新了语言。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开辟文明世界的智慧者，于是把自己创造文明的历史用书籍记载，并予以赞歌，大言不惭地起名为《创世纪》。他蛮横暴政，专制独裁，却有极具人格魅力。他在部落里拥有131位妻子，为他生育后代。这些后代大都雄壮有力，继承了他的魁梧与智慧。可虫猿平均只有30-40岁的寿命。此时的吉尔加美什已然30多岁。当年挥舞裁决之剑、粗犷豪放的英雄王，也迎来了自己的晚年。树木打造的树屋里，壁炉中火焰熊熊燃烧。吉尔加美什平静地坐在用暗爪皮毛编织的巨椅上，望着火焰喃喃自语：“那是智慧巨兽赐予我的文明火焰，它如此美丽绚烂，仿佛跳跃的火红花蕊。”吉尔加美什整个魁梧高大的身躯已经老迈，他扭头望着墙壁上悬挂的一个个巨兽头颅，这是这片土地上各种巨兽的尸骨。他的一生过得足够辉煌，足够绚烂，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他也满足了。下一任部落首领已经认定是他的儿子阿尔托利亚，能力不逊于他，能带领整个部族延续辉煌。吉尔加美什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渐渐走向终点，死亡是生物不可避免的，他几乎已经认命。接着他默默拿出了当年的力量之线，叹息道：“一切已无后顾之忧了。当年智慧巨兽说，唯有世间最勇猛的勇士才能服下这第3样宝物。我是不是世间最勇猛的勇士呢？就让我来看看吧。”英雄迟暮，浑浊的眼眸微微一撑，恍惚间想起了一生辉煌的岁月。他忽然微微一撑，恍惚间想起了一生辉煌的岁月。他忽然流泪，默默刺破手臂，在伤口上倒入力量之血，无比的剧痛袭来。吉尔加美什挣扎着倒在地上。这位末年英雄一生经历无数厮杀，却从未如此痛苦的剧烈喘息。最终，他熬过了死亡，缓缓起身。他的长发已然褪去本色，变得银白无比，面孔宛若天神般完美年轻。这种力量是……树屋之中，一位魁梧白发年轻人喃喃自语：“力量之血，这是何其伟大的力量！”此时的吉尔加美什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源源不断涌现的力量。与此同时，在部落里，吉尔加美什的儿子阿尔托利亚正站在高处，高高举起乖离剑，宣布继承首领之位。阿尔托利亚英明神武，才能与品德兼备。比起暴虐傲慢的父亲，他更像一位合格慈祥的首领。吉尔加美什也清楚这一点，故而在年迈时愿意把位置交给他。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阿尔托利亚十分善良，深受爱戴，对父亲有足够的尊敬，从未想过夺取父亲的位置。但吉尔加美什仍旧不许存在任何隐患。我回来了。
首领仍旧是我的。这一日，鲜血洒落，哀嚎之声在炎离部落中响起。英雄王吉尔加美什世子重登首领之位，活出第二世。在吉尔加美什活出第二世的第一个10年里，他带领人们使用石头打造房屋，重元一族，正式进入抵抗巨兽的石器时代。不用力量之血的吉尔加美什拥有了白蚁基因，能轻易拔起百年巨树，拥有搬山之力。他带领人民反抗巨兽，在长达13年的征战后，选择了挑战这片大地上最恐怖的存在，号称拥有世间最强力量的百米巨兽焚霸。焚霸是这片大陆巨兽时代的主宰之王，也就是当初进化到我沙盘体型上限的那只生物。吉尔加美什与焚霸大战3日3夜，大地崩裂，峡谷崩坏，森林里无数巨兽逃窜。那一日，吉尔加美什浑身浴血，一手握持乖离剑，一手拖拽百米巨兽焚霸的尸体归来。他单手的力量竟能拉拽堪比巍峨山丘的焚霸尸体，无数部落的人们引以为豪，震撼到极点，为他书写赞歌，歌颂他的力量。这是史上最强的英雄王。我要建国。他归来这一刻，看着石器部落的人们，忽然如释说，一瞬间部落沸腾了，人们喜极而泣。他们清楚的知道，在这位伟大英雄王的带领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们不用再畏惧巨兽的野蛮，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开始了。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吉尔加美什并没有记载世子的暴行，而是在创世纪中记录他的英武。炎离王朝中忠史篇记载，吉尔加美什服力量之血，斩传说巨兽焚霸，搬动巨石环绕，建立史上第一个城邦猎石城。时间不断推移，不地于整片大地的吉尔加美什开始致力发展文明。他励精图治，英武而极具魅力，却又暴虐不可一世。他制造货币，完善语言，建立城池，却又残忍地把人种划分为3、6、9等。他劳民伤财，大量派遣勇士探索世界边界。他是人民伟大的英雄王，但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炎离王朝87年，吉尔加美什127岁，猎食王城抵达了上千万的恐怖人口，无数奴隶在这里交易，甚至建立了斗兽场，贵族们以此为乐。当年的部落民众已然离世，数百年光阴流逝，儿孙后代们已不记得祖辈曾经的困苦与挣扎，在安逸中渐渐走向腐朽。然而当年的炎离之王依旧英武。幽暗昏沉的烈士王殿中，一个伟岸俊美的男子平静站在精美的白骨王座前，手边是寸步不离的传说之剑乖离剑。伟大的炎离国王，城邦之主吉尔加美什陛下，我们已经探索完了整片大地。皇宫大臣星辰使汉明微微弯腰，狂热地讲述这些整片大地。皇宫大臣星辰使汉明微微弯腰，狂热地讲述这些年来的见闻。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的？吉尔加美什盯着前方的大臣，锐利的目光仿佛看穿了宫殿外的碧蓝天空。当初那些探索世界的勇士们从4面8方出行，耗损了足足数十年光阴，往返死伤无数，终于在今日得知了整片世界的形状。汉明恭敬而又夸张地比划道：我们的世界天圆地方，天空是无限高远的圆弧，地面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中央是巨大的海洋，周围是山川河流。在这片无比浩瀚的大地上，沿着直线骑上最快的飞机巨兽，折返世界两端的边缘也需要20多年。王座上的吉尔加美什沉默了一会，说道：好了，退下吧。是，陛下。汉明起身离开，忽然停顿，扭头崇拜地望了一眼他们的国王。这位伟大的英雄王带领他们离开山洞，开辟部落，从农耕时代走进石器时代，又进入城邦时代。他屠杀了最恐怖的巨兽之王焚霸，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文明纪元。30多年前，汉明还是一个少年游侠，被陛下召入皇宫，奉命绘制城邦地理图。直到30年后再次回到烈士王城达成任务时，他已不再是少年，而是颤颤巍巍的老者，眼眸浑浊，已经活不了多久。可陛下依旧如同往日一般，丝毫没有岁月流逝的痕迹。这是何等伟大的君主！汉明颤抖着身躯，眼神充斥狂热。这100多年来，陛下已不再展示力量，实力早已不知强大到什么程度。或许在未来，这位长寿不朽的永生国王将带领炎厉人民进入下一个文明时代。我们的世界天圆地方。等到宫殿空无一人后，吉尔加美什想起这句话，久久叹息。他轻轻抚摸身旁的巨剑，仿佛陪伴他无尽岁月的爱人。火炬的力量已经掌握，力量之血我也彻底参透，而乖离剑我却找遍整个世界都没有找到它是如何打造的。吉尔加美什低语，满是震惊的抚摸剑身。这到底是什么材质？到底是什么巨兽骨骼？又或是什么文明的工艺？很遗憾，这个世界终究不是真正的世界。我并没有在沙盘中埋下矿石，故而沙盘中的文明只能永远止步在石器时代。在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里，永远不会有金属这2个字。对这个世界而言，这个闪闪发亮、坚硬不摧的材质是神秘、强大且唯一的。都找到了世界尽头，还是没找到当年那位伟大的且唯一的。都找到了世界尽头，还是没找到当年那位伟大的智慧巨兽。他到底生活在世界的哪里？智慧巨兽所拥有的文明简直难以揣摩。这柄赠送给我的乖离剑虽让我如获至宝，但这把开辟了整个文明的圣剑又何尝不是在警告着我？名为文明的力量，我只掌握了部分，剩余的全是未知。犹如这柄剑是如何打造的秘密，便让我深感畏惧。乖离剑仿佛一把悬顶之剑，
渐渐高悬在头顶，随时都有可能落下，夺走我的生命。文明的力量啊，真是让人向往。吉尔伽美什坐在王座上，仿佛久卧的沉睡雄狮，眼眸缓缓眺望远处，恍惚间想起了100多年前悠远的漫长岁月。当年那个伟岸巨大的身影，身高万丈的超大型巨人，浑身光辉，生而神圣，宽大的手掌托着年幼的自己，俯瞰天下山川，交给自己文明的3样宝物。这是他此生难忘的场景，历历在目，恍若昨日。可惜我的生命又要走到尽头了，力量之血再也对我没有作用。我想再活出第3世，伟大的智慧巨兽，我想再见到你。但很遗憾，这个时候的我正在和邻居家的妹妹聊天吃饭，并没有听到吉尔伽美什的祈求。当然，即使听到，我也不会理他。老死的生命终究是要老死的，没有人可以永垂不朽。吉尔伽美什已经过着让我都觉得羡慕的传奇人生，光荣一世，万众瞩目，还有什么遗憾的？但我终究低估了吉尔伽美什对生命的渴望。经历了一次死亡带来的恐惧与新生后，他彻底畏惧死亡。这位英雄君主想再活出第3世。延黎王朝102年，吉尔伽美什142岁，这位已拥有寻常子民3倍寿命的传奇国王，竟开始面容苍老。他彻底大惊，震怒天下，直接下旨发动举国之力寻找智慧巨兽，同时召集天下奇人异士炼药，研究黑魔法。一时间，原始森林里大量巨兽被屠杀，各种部位都被用来做实验。曾经繁盛到极点的暗爪，甚至因此几乎灭绝。历史进入了著名的暴政城邦时代。13年后，一位宫廷黑巫师制造出了一种长寿药剂，成功延长了吉尔伽美什的性命。可很快抗药性产生，多次服用后再也没有效果。吉尔伽美什又渐渐走向不可遏制的衰亡。死亡是任何生物都无法避免的，再伟大的英雄也不能。延黎王朝145年，又过去30多年，吉尔伽美什感觉自己的生命在急速消亡。这位雄壮的老人坐在王座上一动不动，闭上眼眸喃喃自语：我的生命即将终结，我明明还不想死。静坐3日后，他终于睁开苍老的双眸，选择蛰伏于岁月，开始筛选下一代国王候选人。顷刻间，王朝沸腾，伟大的国王要死了。长寿不朽的英雄王吉尔伽美什居然也要走向生命尽头，但一时间无人敢议。吉尔伽美什上一次寿命衰老时，让最信任的儿子阿尔托利亚成为下一代首领，却在活出第2世后亲手杀死了他。谁都害怕成为下一个阿尔托利亚，然而吉尔伽美什不愧是最聪明的国王，他直接下令，王位候选者将得到力量之血，拥有堪比我的伟力，不用畏惧于我，并且将得到率领部下在外建立第2座王城的资格，赐予力量之血，并且允许建成。消息一出，举国震惊，无数商人、奴隶、平民、贵族、工匠蜂拥到王宫之前。最终，无数人哪怕通过试炼，也死于力量之血的排斥。唯有森林勇士黎奇都、草原蛮将兰达尔这2人得到力量之血存活了下来，各自建立了城邦。2位拥有力量之血的下代王出现了，他们即将交替王权，接替即将老死的吉尔伽美什，引导下一代延黎文明。文明从吉尔伽美什手上开始，但不能在他手里断绝。延黎王朝175年，3王并立，共同治理天下，延黎城邦进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吉尔伽美什忽然感觉到死亡彻底降临，他开始进行最后的挣扎，召集工匠修建了一座比烈士王殿更加精致的智慧巨兽神殿。巨大的石庙里，一尊伟岸高大的巨人神像矗立其中，光辉中的万丈浩瀚巨人单手托着幼年的英雄王吉尔伽美什，目光微澜，俯瞰整片大地，浑身散发着惊人的白灰神性。那一日，吉尔伽美什带领大臣，带领全部数百万子民，举国参拜智慧巨兽，希望那位伟大的智慧主能感应到自己的诚意。如果能在临死之前再见一次智慧巨兽。吉尔伽美什苍老的面孔忽然老泪纵横。时隔近100年，即将老死的吉尔伽美什带领整个王宫大臣祭拜神庙，第2次恳求再见智慧巨兽。伟大的智慧巨兽啊，吉尔伽美什想再次见到你。这位英雄王的虔诚之志，只为再见一次当年赐予他文明3样至宝的神秘智慧巨兽。因为声势实在太大，正在和邻家妹妹散步的我，突然收到了创世主脑传来的消息。我有些感慨，但还是决定去见一见这位故人，并且我也该阻止一下重元一族了。我没想到加速沙盘时间流速后，才短短几天，他们就破坏了沙盘中无数生态，灭绝了大量物种。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吉尔伽美什的长生大梦。我将沙盘中的时间流速恢复正常，随即大步走进了沙盘世界。这一刻，对沙盘中的生物而言，地面在微微震动，山川、河流、大地、海洋似乎都在颤抖，树木被踩踏，山谷中留下巨大脚印，密林里无数走兽逃亡奔走。渐渐的，整个烈士王城也开始微微抖动。怎么了？是城池要倒塌了吗？此时的吉尔伽美什正带领群臣朝拜智慧石像，忽然他像是感觉到了什么，这位伟大英雄王的苍老面孔竟第一次露出孩童般的欣喜。时隔200年，幼年时我所见到的伟大智慧主，那个赐予我文明3样宝物的智慧巨兽，他终于回来了。我望着足足容纳上千万人口的烈士巨城，微微惊叹。虽说在我眼里不过是篮球场大小的城市，但毕竟是渺小的虫园们建立的，已经极其恢宏壮丽。我俯瞰着城市里精致的祭坛神庙，高大的石像下，那位浑身雪白的年迈英雄王正仰头，手持乖离剑，流着晶莹的泪水望向我。我低头看着这位泪流满面的白发老人，有些唏嘘。当年那个被我捧在手心的青涩幼年重元，那个站在巨树之顶，手持乖离剑对天低吼的热血少年，他已经迟暮了，走向了岁月尽头。可他那副雄心壮志的少年姿态，仿佛就在昨日。吉尔伽美什这些年
年过得好吗？我轻声开口，声音穿透浩瀚的云层，落入下方繁华的烈士王城。吉尔加美什拄着圣剑，浑身一颤。我过得还好吧？他喉咙干渴沙哑，望着天空。这尊高耸入云的巨人，哪怕不是第一次见，他仍被这壮丽的景象打动。万丈级浩瀚巨人笔直穿入云霄，躯干仿佛撑起整片天地，浓郁的光辉遮住面庞，云层中隐约透出洁白圣洁的光芒，让人看不清威严。巨人俯瞰着整座烈士城，伟岸、庄严、神圣，世界上任何词汇都难以形容那种震撼之美。天啊，竟然真的存在！全城上千万人口，无论穿着皮革华服的商人，还是衣衫褴褛的奴隶，所有平民工匠全都放下手里的工作，走出房屋，站在街道上，仰望那刺穿天空的浩瀚巨人。这就是传说中授予我们文明的智慧巨兽，居然真的是身高1万丈的超大型巨人。这是何等伟大的生命，堪比天空的日月星辰。所有人都沉浸在震撼中，脑海空白，憧憬、畏惧、震撼，无数复杂情绪交织，最终化为无与伦比的仰慕。吉尔加美什看着周围皇宫大臣们同样震撼的神情，哑然失笑。他想起当年自己第一次见到智慧巨兽时，也是这份骇然心情。沉默了一会，吉尔加美什仰头露出渴望的眼神。智慧巨兽，你渴望的眼神。智慧巨兽，你100多年前交给我的文明传承，我已经做到了。万米高空之上，我仿佛穿越亘古的浩瀚巨人，声音穿透云端，打落在下方的烈士王城。你的丰功伟绩将记载在你令人编写的炎离史诗《创世纪》上，你会是炎离文明历史上最伟大的第1代英雄王。吉尔加美什，后世会为你谱写赞歌。死后千百年的荣耀，活在口口相传的史诗中，那不是我想要的。吉尔加美什忽然激动起来，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与你一样永恒的生命啊！吉尔加美什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巨人，无比渴望。我愿意舍弃一切，付出一切，请交给我永生的宝物。闻言，我却是沉默。这位君王此时此刻已几乎得到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荣耀、权势、财富，甚至连世界都属于他。可他仍旧不满足长生。我也想要。我现在身患绝症，随时濒死。我羡慕极了吉尔加美什的壮丽人生，那仿佛史诗一般的生命篇章。吉尔加美什，你太贪婪了。长生的宝物我并没有。我平静地望着这位走向衰老的国王。物种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无法篡改。在生命尽头，谁都渴望活下去。身份与地位在这一刻被抹平，无数文明的尺度被跨越。无论帝王与蝼，无数文明的尺度被跨越。无论帝王与蝼蚁，终究逃不过黄土白骨。我深深地望了一眼吉尔加美什，然后万分感慨地俯瞰下方的王朝。不可能的！吉尔加美什喉咙沙哑地挤出声音，望着天空上云雾环绕的神圣面庞。不，你欺骗我！你能够做到，你分明能够做到！他目光火热地看着我，如山脉般巍峨高耸，如磐石般健壮的身躯。200多年的漫长岁月，服用力量之血的他都已老去，但岁月却从未在这位伟大巨人身上留下任何痕迹。时间对他而言，仿佛昨日。智慧巨兽在他看来是永生的，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何等令人垂涎的悠久寿命！吉尔加美什嘴唇颤抖，忽然仰头怒吼：那你是响应我的号召而来，是来见证我的死亡的吗？一个卑微而可怜的生命，瑟瑟发抖的老死。吉尔加美什，我是为你送行而来，并没有延续你寿命的能力，也是来进行文明的第2次交接与警告。我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你们的文明太残暴，灭绝周遭生物，毁灭森林，屠杀巨兽，大陆被你们践踏。真正的文明并非残暴，也非野蛮。我要求你们停下杀戮，停止杀戮。吉尔加美什虽然年迈，却依旧健壮。他忽然颤抖地站立起来，双眸仿佛燃烧着一团火焰，越发旺盛。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猛然向前一步。杀戮是不可能停止的，我的脚步也不可能停止。你可知道，这些年你送给我的这柄乖离剑，仿佛高悬在我头顶，它既给了我强大的力量，也带给我无与伦比的恐惧。而今天，我就要亲手拔出这把悬顶之剑，悲观何在？负责编纂《创世纪》的史官闻声上前，记下我们此刻的文明历史。我说你写。红色案台上，史官悲鸣默默提起鹅毛笔，铺开一卷灰色兽皮纸，请陛下开口。人类抗争自然的历史是勇气与赞歌的历史。我命人编撰《创世纪》的初衷是为了把历史留予后世。现在就让历史记载我这一刻的勇气，让后世明白先人抗争自然的勇气。吉尔加美什重重喘了一口粗夷的气息，苍老的身躯拄着乖离剑，低沉地笑着，继而高声道：炎离王朝175年，在斩杀史上最强传说巨兽焚罢后，封王100多年的英雄吉尔加美什再次出手，以举国之力引诱高高在上的智慧巨兽出现，欲对其挥剑，将智慧巨兽斩杀。我默默俯视着这一切，心中复杂又惊讶。上一次世子，这一次要弑神了。但我很快平静下来。吉尔加美什的举动看似胆大包天，实则理所当然。第一次濒临死亡，这位英雄王重获后亲手杀死最爱的儿子；第2次濒临死亡，他选择向授予他文明3样宝物的我挥剑。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应该想到，当我在一群瑟瑟发抖的虫猿中选择一个敢于向万丈巨人怒吼发问的勇敢幼年虫猿，将意味着什么。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畏惧之心，如今向我挥剑也是理所当然，这是性格使然。我面色平静道：吉尔加美什，我最后警告你一次，请停止你的冒险，这是野蛮而不是文明。你
接下去的举动将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没有什么代价比死亡更重。吉尔加美什缓缓睁开鲜红眼眸，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露出年少时久违的热血疯狂。就像当年我抱着必死之心斩杀焚霸一般，今日我要斩杀智慧巨兽，窃取他的文明，夺取他的力量，实现真正的永生。我要带领我的子民挑战神。吉尔加美什发出强烈的怒吼，这是第一次文明与文明的碰撞，一个智慧文明挑战另一个独一无二的智慧巨兽。哪怕你曾经引导我们的文明，现在却阻挡了我们前进的脚步。他高高举起长剑，狂风吹舞他银白色的乱发，张狂肆意。而就在这时，一声响彻整个王城的悠远钟声响起，整个烈士王城在这一瞬间沸腾，数十万人组成的军队狂涌而出，形成了密集而整齐的阵列。我望着这一幕叹了口气，原来早在10多年前，吉尔加美什就做好了对智慧巨兽动手的准备，今日不过是引我出现。如果我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会带人杀我。有勇有谋，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暴君。同一时间，在远方的平原巨城中，草原蛮将兰达尔平静地站在宫殿前，哪怕相隔极远，他仍能看到那高耸入云的巨人，这是何等伟岸巨大的完美生命。兰达尔震撼之余，瞳孔微缩。是时候动手了。如果不是为了寻找帮手，以吉尔加美什陛下的独裁蛮横，他怎么可能把珍贵的力量之血交给其他人？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一刻。兰达尔猛地抽出长剑，露出草原蛮人的勇猛气魄，高声喝道：出征！历史会记住这伟大的时刻。延黎王朝175年，延黎人将斩杀智慧巨兽，因永生之血而归。而在王都附近的神树上，这座曾经直插云霄，用于试炼3样文明宝物的通天古树，此时却建立着一座繁华的森林巨城。在神树顶端，森林勇士李启都拄着木质拐杖，静静望着远处那直插云霄的恐怖巨人。他身后安静地站着数名弟子。老师，该出发了。答应了国王的承诺，理应兑现。有人低声提醒。不，我们离启都森林巨城选择什么都不做。李启都叹息，即使透过遥远的距离看向王城，那种恐怖的巨人威势也压得他心头喘不过气。是老师畏惧了吗？有耿直的弟子忍不住问。3大王城，延黎最强大的3位国王合力出手，即使是传说中的智慧巨兽，也未必不能。我不是畏惧，我并不畏惧死亡，而是畏惧丢弃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我的文明与智慧让我无法如残暴的巨兽那样屠戮赠予我们文明。拯救我们种族的智慧巨兽，没有恩情与道义，那将与野兽无异。弟子们默不作声，他们的老师是最强的3位王城领袖之一，是接受力量之血活下来的伟大森林英雄。可如今他却选择了抗旨。我抗旨不去参战，罪无可赦，将我的头颅砍下。如果国王陛下胜了，提着我的头去王殿，我是抗旨之罪，以陛下的独裁暴政，我本就必死无疑。这全是我一人的主意，请陛下祸不及王城。如果是智慧巨兽胜了，那提着我的头交给智慧巨兽，祈求伟大的巨人原谅，让智慧巨兽知道我们仍有文明的真正传承者，并不是纯粹的野蛮。祈求他不要彻底灭绝我们的种族，留下一线生机。老师，李奇都站在神树顶端，坦然地张开双臂。玄泽沉默片刻，随即心一横，鲜血绽放，他亲手砍下了黎奇都的头颅。这位延黎文明最强的英雄之一，森林王黎奇都，在死前毫无反抗。玄泽望着黎奇都头颅上平静熟悉的面孔，默默用兽皮包裹起来。忽然他心头一酸，隐约的他知道，生命中有种无比重要的东西正在缓缓破碎。地面上无数弓箭齐射，这是延黎最精良的军队，但对我而言，不过是一大片蚂蚁。他们的弓箭虽然锋锐，但力气太小，利剑和长矛扎在我厚实的牛仔裤上，甚至没有触碰到我的皮肤。居然连最精锐的军队也无法刺穿他的衣物，我早该猜到了。我征服森林，无数巨兽的精锐军队，在智慧巨兽面前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话音刚落，吉尔起不到任何作用。话音刚落，吉尔加美什猛然一个跳跃，眨眼间闪动到了我膝盖前，我不禁微微动容。好快的速度，一只蚂蚁能像跳蚤一样爆发那么恐怖的跳跃力，的确不简单。我挥手一拍，没想到却被这位持剑的老迈英雄王灵巧躲开。吉尔加美什保持高速闪动，灵巧的左右跳跃，顺着我的牛仔裤往上爬，脸色却无比凝重。这就是智慧巨兽吗？光是举手投足引起的风浪，就险些把我吹飞。陛下，兰达尔前来支援。草原蛮将兰达尔也赶到了，只见他轻轻一跃，竟也跳跃了7、8米高，攀上我的裤腿。我伸手抓向兰达尔，面对如同山峰般浩瀚的手掌，这位草原王竟同样灵巧。与巨兽拼搏无数年的他身经百战，拥有极强的战斗技巧，无愧于草原王的名号。你们2个很不错，但测试就到这里了。说着，我猛然伸出手掌，以极快的速度拍向兰达尔。兰达尔面色大变，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倒飞出去。下一秒，我又是快速一掌，以摧枯拉朽之势拍向吉尔加美什。该死，竟然！吉尔加美什面色大惊，仅能反应一瞬，挥出惊艳无比的一剑挡住身前，手掌撞击剑身，他整个人倒飞而出，迅速坠落。仅仅一招，他便败落。我竟然只能划破他的坠落。仅仅一招，他便败落。我竟然只能划破他的皮肤。坠落地面的吉尔加美什惨笑一声，口中吐出大片鲜血。我感慨地看着这位人杰，他虽已落败，但从始至终都没有露出过恐惧，哪怕明知双方实力差距如同天堑。吉尔加美什这个复杂而强大的男人，极具个人魅力，唯我独尊又
蛮横高傲，如今英雄迟暮，实在让我有些怜悯与惋惜。但他寿命的终结，我的确无法改变。兰达尔此时同样大口吐血，胸口剧烈起伏，他看着天空上的巨人，眼神中同样没有畏惧，从一开始就有了死亡的觉悟。眼里勇士从不畏惧死亡，他只是惨笑。原来差距那么大，我们到底在向什么东西发动战争？现在你们后悔吗？我轻轻叹气，浑身笼罩金色光芒，身躯浩瀚耸入云霄，仿佛贯穿亘古的巨人，神秘而威严。后悔吗？不，这只是选择而已。吉尔加美什大口喷血，再未多言。这一刻，炎离文明宣布败北，在智慧巨兽面前挑战这样的浩瀚巨人失败，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灭世灾难将要降临。我扭头看向溃逃的军队，遍地都是发疯似的惨叫，毁灭、灭族。虫员们不断哀嚎，恐惧着，绝望地狂笑着，显然已走向疯癫。我从来没想过主导那么多人的命运，狂笑着，显然已走向疯癫。我从来没想过主导那么多人的命运，主导一个文明的兴衰。我俯瞰着这位迟暮的英雄王，淡淡开口：我们将迎来毁灭吗？就像我们毁灭了无数巨兽种族一样，你会毁灭我们，替他们报仇吗？我静静地看着他，他的文明即将覆灭，可此时此刻依旧没有出现任何恐惧。我想了想，回道：既然你们不听从劝告，我会毁灭你们。你们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生态，灭绝了太多物种，我不可能放任你们继续无止境地繁衍下去。吉尔加美什闻言释然一笑：当年你回答我文明是什么，现在能否最后再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们的王竟然要智慧巨兽回答自己的问题。周遭众人全都屏息，纷纷仰望万丈级巨人。空气沉静了几秒，这位巨兽也在沉默。忽然间，万分深邃的声音穿透浩瀚的云层，落入下方支离破碎的烈士王城。说出你的问题。一瞬间，世界仿佛陷入死寂，鲜血遍地的大地顿时没有了声息。无数溃逃的士兵纷纷停下脚步，回头仰望天空的巨人。你会用什么方式毁灭我们？我会用水。思考片刻，我平静地补充道：我将用一场浩大的洪水冲刷淹没整片文明，毁灭你们曾经留下的足迹。顷刻间，大地屏息，所有人噤若寒。整片文明毁灭你们曾经留下的足迹。顷刻间，大地屏息，所有人噤若寒蝉。地面太肮脏了，全是罪恶之人，所以智慧巨兽将用一片巨大的洪水来清洗这片罪恶世人的土地。可是智慧巨兽就算再强大，怎么可能发动一场覆盖整个世界的洪水？这已经不是巨兽的力量，这分明就是众人呼吸急促，面色骇然。他们一时间竟想不出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传说中的智慧巨兽。第二个问题，这片世界天圆地方，为何从来没有你的足迹？你到底从何而来？智慧巨兽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你为什么交给我们文明的火种，又为什么阻止我们屠戮其他种族？你说众生平等，野蛮种、智慧种以及植物都是同等，那么这片土地对于你而言到底是什么？我微微低头看着眼前这位末路英雄王，巨人俯瞰着整座烈士城，浩瀚的声音传入大地。这片土地是我创造的世界，你们都是我的子民，野蛮种、智慧种、植物，全部物种对于我而言都是我的子民，故而你们都是平等的。死寂，空气仿佛凝固，地面上的民众全都发出急促的呼吸声，这呼吸渐渐扩大，化为此起彼伏的急剧喘息。吉尔加美什也瞬间惊得失声，满脸不可思议。他忽然笑了起来，笑容渐渐扩大，最终变成张狂嚣张的大笑。有趣，真是太有趣了！我们到底在和什么东西做斗争？原来传说中的智慧巨兽只是我们所以为的巨兽，它并不是真正的巨兽，它是创造万物的全能之主，是创造世界的造物主。这样的存在应该称之为神。这片土地上，部落人民从未有过神的概念，可如今却有了。我曾狂妄将记录我创造文明历史的书籍取名《创世纪》，自认为创造了文明世界。实际上，真正创世的是智慧巨兽，众生皆是他的子民。这是何等伟岸的力量！我竟然妄图要……吉尔加美什的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笑声冲天而起，他越笑越肆意，而我却是心中默然。高耸入云的万丈巨人身躯耸立在王城边缘，静静望着这位大笑的末路英雄王。我一向脾气很好，自然容忍他的放肆与临死前的猖狂。最后一个问题，你创造我们的世界用了几天？吉尔加美什猛然问道。这个问题确实让我陷入沉思。当时为了把果园改造成沙盘，我又是刨土道。这个问题确实让我陷入沉思。当时为了把果园改造成沙盘，我又是刨土又是捏造山川。这片方形土地足足花了1个星期才改造完成。于是我如实回答，我创造这片土地足足用了7天。7天，神造万物仅用7天。吉尔加美什错愕，他匍匐大笑，笑出泪花，笑得歇斯底里。他一瞬间仿佛听到内心有什么东西碎裂，那是心碎之声。他的孤高与桀骜在临终前被击得粉碎，哀大莫过于心死。7天啊！他在大笑中彻底朦胧了意识，恍惚间想起了幼年时站在巨大的手心之上，对这位巨人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文明是火种，是知识，也是秩序。文明也是智慧中用来保护自身的最强力量。吉尔加美什的笑声越来越大，穿越清风与山冈，穿越河流与树林。这片土地上，所有虫猿们都在恍惚间仰起了头，仿佛都听到了这位炎离之王的石木悲歌。无数人落泪哀嚎，唱起不知名的炎离哀歌，民谣悲歌，伟大之王的陨落。这一日，烈士王城边缘，一代伟大的史诗英雄王吉尔加美什就此走向生命终结，成为历史的尘埃。我叹着气，目送这位英雄王离开。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争夺什么。你想要的，你想问的问题，
题，我都一一如实回答。只是我的确没有让你长生的能力，我甚至自己都濒临死亡。你这又是何苦？王死了，我们的王，史上最强的英雄，王吉尔加美什，他向造物之主挥剑，他死了，我们战败了。无数虫猿在哀嚎，疯狂逃窜。我默默俯视这一切，这些虫猿们又能逃到哪里？世界的边界吗？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史官悲鸣站在烈士王城巍峨的高墙上，看着伟大的英雄王溃败而死。得知恐怖真相的他冷汗淋漓。我必须趁我死之前把一切记载下来，我要把关于世界的真相留给后世。史官浑身颤抖，汗水打湿了手臂。他刚才记载下吉尔加美什向智慧巨兽挑战的壮举，紧接着又颤抖着翻开书本下一页，迅速记载新的篇章。创世纪炎离王国篇记载，智慧巨兽实为造物之主，吉尔加美什晚年狂妄自大，妄图向主挥剑，以神之血获取永生，最终触怒天神，神见地上人罪大恶极，决心摧毁炎离文明，降下灭世大洪水毁灭众生。天空在震动，地面在哀嚎，王城焦急的气氛中，人们惶惶不安，颤抖，恐慌沸腾。忏悔吧，神将降罪于我们的臂弯，压塌我们的脊梁，大洪水将毁灭我们的世界，摧毁我们的文明。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提着包裹的金发年轻人来到了我的脚下，他打开包裹，露出里面的头颅，高声道：伟大的智慧巨兽森林王离奇都祈求谢罪。我微微一怔，三王只来了2王，还有森林王没有来。玄泽跪下恳求，死趴在地面上。我们炎离人并不只有野蛮，恩师离奇都早已用自己的死亡证明了这一点，宁愿抗旨，也不向赐予我们文明的恩人挥剑。我们并非全是罪恶，请神降下神罚时，也让炎离人留下最后一线生机。我闻言，听到这位森林王的义举，叹了口气。实际上，我也从没想到吉尔加美什会那么疯狂，也从未打算灭绝他们，只是他们太过放肆与自以为是，如此疯狂的挑战与无理，暴虐与野蛮，终究要为自己的行径付出代价。你带人用巨大的神术制造方舟，把世界上每一种生物种子留下最少1对，剩下的空间带着离奇都森林巨城的有意之人登船，我将立刻降下大洪水灭世。我转身离开，周围尽是震颤与激动之声。我们战败了，但并不是亡国灭种，仍有希望的火种遗留下来。感谢造物主的仁慈，都是因为森林王离奇都向主展示了我们的善意。我们并非野蛮，我们仍有救赎之处，并非野蛮，我们仍有救赎之处。赞美离奇都，赞美伟大的森林之王。史官悲鸣同样喜极而泣，望着巨人离去的背影，挥舞笔墨，在创世纪炎离王国篇中记载，森林王离奇都的仁善让准备灭世的天神动容，给妄图逆神的炎离人留下一片生机。神命令玄泽建造方舟，逃避灭世大洪水。我回到院子里整理了一下，找出放在农园角落里和邻家妹妹苏晴前阵子逛街买的高压水枪，没想到竟然现在就派上了用场。在我仅仅准备水枪的10几分钟里，沙盘中已经过去了120天，无数人化为加速的残影，砍倒了那棵当年留下的盆景神树，建造了一艘巨大方舟，带上一切生物的种子，各种巨兽的幼崽，整片世界的物种都浓缩在这艘巨大的方舟之中。还好地方不大，生活的挺集中，开始清洗了。我走进沙盘，远远隔着10几米抬起高压水枪，一路平推冲洗过去，雪白色的高压水流喷向果园里那片城邦文明地区，大片树木倒下，巨城瞬间崩塌，无数走兽逃出森林，妄图跑过身后滔天的白色洪水，却最终被淹没。天地宛如顷刻间变色，雪白浩瀚。玄泽带领众人坐在方舟之上，震撼地看着天空，那是无比骇然的画面，仿佛大渊的全天空，那是无比骇然的画面，仿佛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无数雪白奔腾的水流从云端涌下，冲刷着整片大地。除了方舟仍悬浮在海水之上，整片世界都已沉浸在浩瀚的白色水花之中。巨大的洪水如恢宏的白色瀑布，从万丈天穹之巅洒下，奔腾之中淹没山河大地。何等恐怖的伟力！顷刻之间就降下毁灭世间的大洪水。甲板上，商人、贵族、平民、奴隶尽皆叹息震撼，他们是最善良、最懂得和睦的那一批人。神降下洪水清洗罪恶的土地，那些野蛮的、暴虐的、有罪的都将在洪水中淹没。这一日，大洪水灭世被称为灾难日。炎离文明最后的余晖，玄泽带领方舟上仅剩的炎离人乘上最后的方舟逃离大洪水。无人的船只角落里，史官悲鸣手持鹅毛笔，狼狈地跌坐在甲板上，仍旧沉浸在那伟大的神奇身影中。我们的世界天圆地方，我们的世界是神所创造，只用7天，这是何等伟岸的力量！悲鸣颤抖着手，老泪浑浊。他开始用自己的想法默默补全了神创世的7天，提笔写下创世纪。最后关于神创世7天的记载：第1天，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神将光与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第2天，神将光与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第2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隔开，便有了天时报。第3天，神说普天之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水和旱地便分开。神称旱地为大陆，称水聚集之地为海洋。第4天、第5天、第6天、第7天，天地万物齐全了，神歇息了，并在这一天给前面6天赐福。在往后的日子里，人们把这位史官的意象当成了真实，仿佛造物之神真的在凡人面前详细阐述了自己创世的7天。但神怎会放下身段，向卑微的子民详细交代如何创造世界？可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故事里神在第7天休息了，人们把这一天叫做休息日、圣日，于是形成了这片大地的习俗。人们也会
会在这一天选择休息。我冲刷了好一会儿，确定没有遗漏后，才停下高压水枪，默默关掉开关，收回杂物间里。这样一来，就又是重新清盘了。重源无止境的杀戮，过度繁衍导致沙盘几乎崩坏。现在每个物种留下一对，迟早会恢复到以前的生态圈。希望这一次之后，他们会有所警惕。创世主脑在旁边说道：“即使不毁灭他们，他们也会自我毁灭，吃光全部物种，然后自我灭亡。不如现在提前迎来新生。”我长长舒了口气，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不需要安慰，只是心里有些难受罢了。创舒了口气，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不需要安慰，只是心里有些难受罢了。创世主脑继续说：“作为一名虫巢女皇，繁衍无数子民与种族，你是伟大的造物主，应该习惯无数种族的崛起与灭绝。”我脑壳蹦取青筋，纠正道：“我是男的，不是虫巢女皇，不必多说，他们都是你一粒粒繁衍下的孢子。总之，重源的计划生育很重要啊！”我立刻打断他的话，坐在院子门口的椅子上，默默啃着刚削好皮的水果。明天再去镇上买2斤水果。胃癌得对自己的胃好一点。我久违的拿起黑色笔记本，在上面记录：这是巨兽时代，这个纪元本来想叫兽恶纪，对应白垩纪的恐龙时代。不过既然炎离人用创世纪记载，索性这个纪元就叫创世纪吧。地球纪元上横向对比的是白垩纪末生物大灭绝，天降陨石毁灭恐龙，而这里是天降洪水毁灭巨兽与重源。在我的进化史上就叫创世纪末生物大灭绝。我整理思绪，在暗武纪、光武纪、新生纪后翻开第4页，写下第4个纪元创世纪。智慧众出现，重源一族发展部落城邦文明，驱逐巨兽，成为该纪元霸主，却残忍凶暴，上苍无法容忍，天降大洪水毁灭众生。第3次生物大灭绝爆发，灭绝了99%的生物。记录完第3次生物大灭绝后，我就睡觉了。第2天早上起床洗脸刷牙时，感觉浑身一股恐怖沸腾的力量在蔓延，心里顿时一惊，连忙研究起自己的身体构造。这种力量是……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原先的身高又凭空拔高了几厘米，抵达了1.83米，面孔棱角变得温润俊朗，有种优雅深邃的气质，体型健硕结实，类似希腊雕塑里的完美体型，脱衣有肉，穿衣显瘦。这是第3次生物大灭绝给我反馈的力量，相比前2次强大了无数倍。我现在已经堪比一些顶尖运动员了。我捏了捏拳头，感觉满满的爆发力，但这种俊美和身材比例已然像完美的北欧天神，我反而觉得头大了，一下子变成这样。苏秦那边估计要疯，肯定骂我哪买的修图挂，完蛋了，我要被人研究了。我可以修改基因吗？我忽然问创世主脑，把这些显形外貌的优秀基因修改回去。这种完美外貌太过夸张醒目了，走在大街上无数人都能尖叫的那种。说实话，之前的容貌已经很满意了，让苏秦和村里的邻居大婶接受已经很难了，现在一变再变，只怕要彻底起疑心。物主拥有天然打开基因锁的能力，是虫族英雄，能修改自身基因片段，是否融入虫族细胞？我已经是虫族英雄了。实际上之前体态虚弱，难以接受改造，现在体魄强大了才可以接受虫族细胞。我并没有在做不做人的选择上等待多久，命都没有。现在体魄强大了才可以接受虫族细胞，我并没有在做不做人的选择上等待多久，命都没有了。默默等待癌症死亡，做正常人一点都不嗨。做一只虫子多有意思。于是我默默说了一句：融入虫族细胞。融合开始，瞬间灵魂深处撕裂的剧痛传来，我整个人冒出密密麻麻的冷汗，倒在床上痛得哀嚎，紧接着晕了过去。等我回过神，已经过去3个小时，浑身都是黑灰色泥垢，连忙洗了个澡，换了衣服才回来检查自身，身体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潜力无穷。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虫子了，拥有虫族的细胞加速分裂天赋，身体能随便调控基因。我微微闭上眼，在黑色空间中看到一段扭曲的双螺旋 DNA， 人类基因中大片无用杂碎信息片段已被清空优化，只保留精华，基因链大部分是空白的。但当我尝试剔除癌细胞时，创世主脑传来冰冷的回答：根本基因组成部分不可剔除。我深呼吸一口气，没办法剔除人类基因，只能想办法治愈了。而且创世主脑告诉我一个可怕的事实：癌细胞是人体的叛变细胞，人越强大，癌细胞就越强大。也就是说，我强了，癌细胞也变强了，在我体内疯狂繁殖。这次物种大灭绝，如果再多吸收一点力量，我可能直接就死了。我不由得吓了一跳，我短时间内不能再接受第4次物种大灭绝的力量反馈了。我深呼吸，做好警惕。也就是说，短时间内他们哪怕在这片土地上放肆暴虐，我也不能随意大呼吸，做好警惕。也就是说，短时间内他们哪怕在这片土地上放肆暴虐，我也不能随意大量灭绝他们，重新洗牌了。我想起昨晚吉尔加美什临死前的疯狂与挣扎，同样给我带来对死亡的恐怖与敬畏。我已经从胃癌中期发展到了晚期，死亡是任何生物都最恐惧的事情。我真的能活下去吗？我站起身走向院子门口。癌症晚期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尽快在下一个纪元里，在大沙盘中推演种族文明，推演超凡力量，在超凡中找到能改良对抗癌细胞的能力。我看向沙盘，万物凋零，几乎没有生机。一夜过去，相当于沙盘中40-50年，却还没彻底缓过气来。各种物种只带了一对，再缓缓重新繁衍，并且他们也开始遵守神的警告，众生平等，除了必要的食物外，减少不必要的杀戮，甚至帮忙繁衍一些物种，扩大种群。与此同时，大灭绝后又隐约冒出各种新生物种，千奇百怪，一副灭世后新生萌芽的样子。已经稳定下来，开始重新发展，可还是太慢了，我的病撑不了多久。我叹了口气，要不要开辟第2沙盘再创世纪？我想开辟一个新的世界沙盘进行演化，让里面文明发展出超凡体系，但显然有些不现实，毕竟眼前大沙盘才刚出现超凡力量的萌芽，嚼多不烂。于是我换了一个思路，智慧是无常性的，会随之诞生许多不合进化论的地方。既然如此，或许该借助其他人的智慧。我一个人埋头苦想太局限了，不论的地方。既然如此，或许该借助其他人的智慧。
回。我一个人埋头苦想太局限了，不如集思广益，拉一群人下水。没错，这一次我想拼一把大的。我一个人进化物种太过缓慢，还不如拉上其他人帮我一起推演孢子进化。我想起以前玩过的沙盘游戏孢子，玩家从孢子开始进化繁衍，最终变成各种生物。我做一个微型小沙盘，能不能做成网游那种，让其他人通过设备进入，把沙盘当成游戏，替我进化出新物种？以虫族的科技自然能做到，但无法做到杀怪升级。我点点头，这本来就不是游戏，是真实世界。我打算做成类似我的世界那种开放性沙盘，给玩家们开启细胞分裂10000倍加速，让他们从孢子状态开始自己进化物种，他们自己控制细胞分裂、成长、进化、老死、演变新物种。2-3天打完一盘孢子进化，这只是一个突发奇想的小设计，不会花太多精力，主要核心还是大沙盘那边。我会选取他们每期游戏中最独特、最有潜力的种族，加入大沙盘里，完善沙盘世界。毕竟只有重圆一个智慧种族太过单一，我已经知道一个智慧种族独大很容易毁灭沙盘，这个事情多少天能搞定？大概3天。现有科技已有 VR 游戏眼镜可以作为媒介，于是我在房子门口前开辟了30平米的小沙盘，挥起锄头，按照之前的布局轻车熟路地制造出了沙盘环境。身体好了，虽然仍有绝症在身，但干活有力气了。1天后制造出了沙盘环境，身体好了，虽然仍有绝症在身，但干活有力气了。1天后，一个叫陈文山的 Steam 平台资深老玩家在寻找小众新游戏时，发现了这款 VR 游戏孢子进化内测版，简介写着沙盘种田游戏，开局1颗孢子，物种进化无限可能，休闲玩家的第一选择。他一开始嗤之以鼻，觉得又是哪个国产游戏伤唬人眼球的，但其实3G 的庞大体积让他有些好奇。下载注册后，戴上 VR 眼镜进入游戏，怎么可能？竟然真有肢体感觉，我像是真的游在海洋里。陈文山瞬间脑海空白，知道自己触及了难以想象的东西，但游戏一进来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他还是孢子状态，单细胞生物需要先进化出眼睛和视觉系统。他死亡无数次，一代代繁衍，最终进化出了眼睛，又长出嘴巴开始捕食，可很快就灭绝了。眼睛太弱小，经常看不到敌人被偷袭，为此他甚至跑到图书馆翻找生物进化资料。半天后，他终于进化出一个能勉强存活的物种。无数粘稠触手环绕一颗超大独眼，下面一张长满尖牙的小嘴。我终于成功了！陈文山满是成就感，控制自己的触手怪爬上岸，震撼于真实的山川河流画面。而我这边坐在院子门口啃苹果晒太阳，看着远处爬上岸的奇形种生物，顿时懵了。这什么进化的奇葩物种？眼睛大的可怕，占了身体2/3。这是对长出眼睛有多化的奇葩物种。眼睛大的可怕，占了身体2/3。这是对长出眼睛有多深的怨念。按照进化论来说，把大部分营养进化成无用眼球，肯定会被自然淘汰的。但我又觉得很有意思，这造型不像是神话中的魔怪雪眼吗？这时门口传来咚咚咚的声音，苏晴来送饭了。我站起身走向门口，刚好一脚踩死了这个斜眼怪，啪嗒，化我一坨肉泥。陈文山那边再次出现失败字样，瞬间一脸懵。他进化的好好的，终于变成了像样的物种，刚爬上岸要统治世界，怎么忽然就被一脚踩死了？而我打开门，苏晴又带来了美味的饭菜。她往院子里瞧了瞧，你怎么一个人种的那么开心？还行，种地使我快乐。她呆呆看着我，仿佛受到了震惊。你怎么会总感觉你的气质有变化，变得好有气质？你真的开挂了吧？我虽然改回了容貌，但经历了3次物种大灭绝后，那种超然的气质很难改变。我只是摸摸她额头，你是不是病了？她被强行忽悠了一顿，只能转移话题。对了，你在院子里不无聊吗？要不要偶尔和我出去逛逛街？我看向她一愣，你是认真的？你之前的女朋友呢？怎么没见她来陪你？分手了，得病辞职后就分了。那你在最辉煌的时候得了绝症，没了工作，女友又离你而去，只能回乡下孤独挨过余生，怪可怜的。我可以在你临死前当你的女朋友陪你，算是完成我小时候的心愿了。当过志愿者，很会照顾绝症病人的，能给你做饭，陪你绝症病人的，能给你做饭，陪你逛街聊天，让你临终前过得开心些。让我临终前，我顿时无语，然后似笑非笑望着他。你是认真的？要尽一个女友的义务。苏晴一个哆嗦，连忙倒退几步，捂着衣服。这只是一场单纯的恋爱，你已经要死了，还想糟蹋我的清白？别人都说表面兄弟，我们就当表面恋人。好，我倒是很直白。再过几天高中同学暑假聚会，你来陪我，你生得好看，带你去我肯定长脸，姐妹们都羡慕死我。陪我挑衣服去，反正你平日里也闲着，手头还有盈余。既然现在还有时间，不如陪我一起尽情挥霍。确认过眼神，我掉进坑里了。这丫头找上我就是缺钱买衣服，缺男朋友充门面了。平白多了一个表面女友，算是多了一个小保姆。这丫头3分钟热度，但她能每天精心准备饭菜，也不用经常进县里吃东西了。毕竟胃癌要注重饮食，外面的东西太脏。回到正事上，我研究了那个斜眼生物，人虽然踩死了，但种圈还在小沙盘里，现在快要灭绝了。毕竟2/3的体型都是眼球，注定被自然淘汰。有没有超凡物种的潜力？种生物思维简单，狂躁邪恶，但由于眼球巨大，精神力出奇力强大。如果不管它，肯定要灭绝。但它或许就像虫源一样，只是初期太弱小了，发育起来或许能变得强大。我打算把这个物种引进大沙盘，在100亩大沙盘里开辟一片沼泽，用鸡屎牛粪铺垫出肥沃的腐烂泥地，未来会随微生物发酵诞生沼气，彻底变成黏糊糊的泥潭沼泽，然后直接把斜眼生物放进去生存。这里没有竞争，哪怕再弱也能大量繁殖。至于后期能不能成为第一个超凡魔怪，就看他自己了。而小沙盘那边，游戏彻底爆了。第一个玩家陈文山在论坛发了详细测评，核心内容是100%真实
触感，进化出什么生物就有什么感受，死亡只能重新建号，完全没有攻略可言。他甚至在测评最后写道：“我的目标是进化成传说中的龙，然后飞到那个院子里削苹果的巨人头顶上拉屎。要在我头上拉屎，上一个敢那么挑衅我的物种，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我默默在心里记下这笔账。短短一天，小沙盘100个名额就爆满了，网上万人血书要求开放更多内测名额，觉得名额少关我什么事？我做游戏又不赚你们钱，意见尽管提，采纳算我输。我懒得扩大，本来就是个小设计，你们闹到天上去都没用，除非出现出乎意料的惊喜，不然就永远停在内测，把注意力集中回大沙盘，这才是正经工作。上一个时代的岩离人严格来说，只出现了吉尔加美什等3个超凡生物。下一个文明，我想让他们出现超凡的成熟修炼体系，最好是演化出巫师文明。之前吉尔加美什曾请宫廷黑巫师研究长寿药剂，那就是巫师雏形。我希望能出现一位伟大的巫师，擅长炼金术和药剂，制造出能治疗癌症的东西。为了建立完整的超凡体系，沙盘中必不可少各种神秘危险的超凡物种，作为巫师们的研究素材。我看向大沙盘里的沼泽泥地，一天过去了，邪眼已经大量繁殖，甚至进化出了特殊个体。我微微一喜，过去100多年，由于新环境没有天敌，邪眼疯狂繁衍到处都是，但很快由于繁衍过度，内部竞争压力变大，食物紧缺，它们开始自相残杀，以同类为食。渐渐的，一只独特的邪眼出现了，它拥有一种奇异的精神力量，被它注视的生物都会被魅惑，乖乖走到它面前成为食物。这只初代超凡种邪眼迅速登顶，成为沼泽生态圈的霸主。由于没有天敌，它疯狂繁衍，优胜劣汰，普通邪眼很快被大量屠杀，整片沼泽都是具备魅惑能力的邪眼后代。超凡种终于出现了暴乱的精神力量，我微微一震，直到第4个纪元之后，第一个超凡物种才终于诞生。就在这时，我看向大沙盘，竟然又有剧烈事态发生，已经有一批虫源涉足到了那片沼泽泥地之中。200多年过去，大洪水过了几代人，岩离部落的后继者们身穿兽皮与衣服后，不再需要天然的旺盛毛发保暖，黑色体毛渐渐减少，稀薄的外甲壳消失，身躯开始挺拔，露出雪白皮肤。他们从旺盛毛发的猿类走向毛发稀疏的亚人种，体型越发接近粗犷强壮的西方人种。他们曾拥有辉煌的城邦文明，可现在仍停留在简陋的农耕部落。他们的辉煌都建立在英雄王吉尔加美什的基础上。那位伟大的英雄王靠一己之力镇压天下巨兽，使岩离种族成为食物链顶端。可没有了英雄王，他们一无所有，无法发展铜器铁器时代，靠着简陋的时髦棍棒如何与巨兽做斗争？唯一的文明圣剑乖离剑已随吉尔加美什永久沉入灭世大洪水的无尽深海里。此时，巴比伦部落首领之女木格正叹息着：岩离真是绚烂，那是属于一个人的史诗时代，伟大的英雄王吉尔加美什，难怪当时的人们为他书写史诗，记载他的荣光。我们的时代没落了，在走向衰退。如果不是神赐的文明之剑遗失了，即使没有力量之血的伟力，我们也未必过得那么艰难。文明是保护我们智慧中的力量。我牧歌想知道我们文明前进的路，我们到底该如何生存？牧歌面色冷静，他是部落里最勇猛与智慧的人，他的力量不如男性，但杀戮技巧使他战胜了部落里大部分勇士。他看向身旁几个瘦皮壮汉，这片地区探索的怎么样了？周围是一片泥沼。有勇士回答，这是一片浩瀚的泥泞沼泽，应该是大洪水后水洼积累形成的，里面物种繁盛，有很多美味的果实。这里就是我用鸡屎牛粪铺垫出来的肥沃沼泽地，自然植物更加旺盛。牧歌深呼吸，望着眼前浩瀚的黑色泥潭，正打算将此地列为部落的下一个采集点时，猛然察觉不对。等等，有2个人不见了。周围面面相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不对劲，巨兽的庞大体型无法涉足沼泽，只会沉没，没有巨兽出没的痕迹，只可能有小型沼泽生物在偷偷袭击我们。牧歌当机立断，带着20多人撤离。可就在这时，沼泽泥地中忽然出现一个恶心猎奇的灰黑色触手怪，浑身触须像灰色海藻，环绕着一颗布满血丝的巨大猩红眼球，占据身体2/3，好美！这世界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姑娘？几个瘦皮壮汉忽然与斜眼那颗邪魅的血丝大眼对视，像看到了绝世美人，激动的谁也拉不住，狂热的走了过去。你们干嘛？别过去！牧歌瞬间察觉到了什么，那些邪门的巨大眼球竟然能魅惑猎物主动靠近，消失的2个人只怕就是自投罗网，走向了死亡。他当机立断，舍弃被魅惑的几人，带领众人迅速逃跑。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停下脚步，目光火热起来。这是何等奇妙的生物！他们比我们更加弱小，无力的软绵触手，愚蠢的巨大眼球，却拥有可怕的不可思议力量，能摧毁比自己更强大的生物。我们不也一样弱小吗？为什么只有他们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牧歌的眼眸中仿佛有一股无名的火炬在燃烧，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觉醒：我要夺取他的力量，振兴部落。杀了他，我们再逃！众人大吃一惊，他反身高高举起白色时髦，天空洒下一抹光辉，落在他绝美冷艳的面孔上，仿佛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随我杀了他，我要带着他的尸体回到部落。可是更多的这种生物在向我们靠近，有人咆哮，看向黑色沼泽深处，更多的大眼触手怪物正在蠕动着粘稠触须缓慢爬行。尽管动作慢得可笑，但他们的诡异力量可怕到极点，一旦被这些大眼珠子包围，哪怕付出死亡的代价，也要杀了一只。牧歌提起时髦，化身
身部落最勇猛的战士，理直冲了上去，紧紧一毛，伴随着如婴儿啼哭般尖锐沙哑的尖叫，那脆弱的大眼珠子迅速炸开，腥味冲天。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停下脚步，目光火热起来。这是何等奇妙的生物！它们比我们更加弱小，无力的软绵触手，愚蠢的巨大眼球，却拥有可怕的不可思议力量，能摧毁比自己更强大的生物。我们不也一样弱小吗？为什么只有它们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牧歌的眼眸中仿佛有一股无名的火炬在燃烧，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觉醒：我要夺取他的力量，振兴部落。杀了他，我们再逃！众人大吃一惊，他反身高高举起白色时髦，天空洒下一抹光辉，落在他绝美冷艳的面孔上，仿佛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随我杀了他，我要带着他的尸体回到部落。可是更多的这种生物在向我们靠近，有人咆哮，看向黑色沼泽深处，更多的大眼触手怪物正在蠕动着粘稠触须缓慢爬行。尽管动作慢得可笑，但他们的诡异力量可怕到极点，一旦被这些大眼珠子包围，哪怕付出死亡的代价，也要杀了一只。牧歌提起时髦，化身部落最勇猛的战士，理直冲了上去，紧紧一毛，伴随着如婴儿啼哭般尖锐沙哑的尖叫，那脆弱的大眼珠子迅速炸开，腥味冲天，化为恶心的粘稠汁液溅射到牧歌面孔上。带走！他单手托起尸体的粘稠触手，快步扭头，却发现已被7、8只斜眼包围，面色惨然。随我杀出去！这是一场惨烈的厮杀，近30人的狩猎队基本全部死亡。他们明明可以逃跑，却因为拖延了时间被包围，最终只有3个幸存者逃脱了这片仿佛被死亡诅咒的恶魔沼泽，全都死了。牧歌这位坚强到极点的女性也忍不住大哭落泪。这些年勇猛的部落男性基本都死于狩猎巨兽，近1000人的部落只剩100强壮男丁，现在又损失了1/3，他们几乎面临灭亡。不过我们的种族迟早都要死的，不如放手一搏。牧歌深呼吸，望向斜眼的尸体，希望巨大代价换回的这只生物，它的邪恶之血能够有用。这些年来，无数人尝试融合各种巨兽鲜血，希望像吉尔加美什一样拥有英雄王的力量，可除了神授予的力量之血外，全都死亡了，仿佛只有特殊生物的鲜血才有可能。或许这些特殊生物的血液能成为另一种力量之血。当牧歌带着仅剩的几人回到部落时，他的父亲已陷入崩溃。你疯了吗？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中年壮汉身穿黑色兽皮，在高处大口喘息。疯了吗？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中年壮汉身穿黑色兽皮，在高处大口喘息。我没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与其等死，不如拼死一搏，再出现第2位吉尔加美什，引导我们的文明走向辉煌，这是我们不灭绝的唯一之路。那是不可能的。首领缓缓摇头，只有传说中神赐的力量之血才能带来伟大力量，更何况这种恶心的怪物，即使成功拥有那种力量，神也会惩罚我们。力量没有善恶之分，拥有光明伟大的力量之血，也可能走向暴君，挥舞文明之圣剑，对万能之神发起挑战。而拥有阴暗的力量，如果保持善心，也未尝不能保护人们。这种怪物比我们更弱小，却拥有匪夷所思的力量。如果我们能拥有同样的力量……首领沉默，大口喘息，这将是比自身死亡更重要的决定。他忽然低头望着倔强的女儿，哽咽道：“可是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测试了。200年来，一代代有勇有谋的首领让年轻人尝试融入巨兽血液，一代代奋不顾身而死，这才导致人烟稀少。”牧歌深呼吸，我们没有足够的壮丁，但有足够的老弱妇孺。这些年一直是男人保护女性，这一次轮到女性挺身而出，并且如果妇女死了大片，我们的累赘就少了。这一次让部落的妇女来赴死。帐篷瞬间死寂。半日后，部落高处燃烧着熊熊火炬，牧歌召集了全部民众。如果我们不想走向灭亡，如果我们希望恢复炎离人的荣光，如果我们希望出现伟大的下一代英雄王，死亡无法压塌我们的臂弯。伟大的英雄王吉尔加美什曾说过，人类抗争自然的历史是勇气与赞歌的历史，而今天历史将记载我们这一日的勇气。明天一早，我们希望你们为部落而来。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下方的妇女抱着怀里的子女沉默，谁都清楚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这一夜，无数妇女与丈夫、儿女告别，大哭之后毅然选择了测试。无数个日月下来，他们的丈夫死了，父亲死了，儿子也在未来会死，他们还剩下什么？他们还剩下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人能守护他们了，能守护他们的唯有自己。这一日注定浸染着鲜血与残忍。无数女性毅然走出，尝试融合血眼之血，足足400多人尸横遍野，遍地是痛苦狰狞的尸体。但最终活下来的竟有3个女性：牧歌以及另外2位名为瑟西、双银。他们3人被永久定格。3个女性：牧歌以及另外2位名为瑟西、双银。他们3人被永久定格在古老石壁上。巴比伦壁画之上，无数妇女痛苦的血泊中，唯有3位坚强的女性沐浴鲜血，站在尸体之上。3人环绕，一同高高捧起一根熊熊燃烧的巨大火炬。后世把这片神圣的古壁画称为3女巫。她们交接过了文明的火种。往后的日子里，这3位伟大而坚毅的女性重新引领部落文明前进。她们开始具备一种奇异的精神力量，强大敏锐、神秘而邪恶，如邪眼一般。她们渐渐具备了抵抗巨兽的能力，自己在后方用精神干涉巨兽，让手持石斧的勇士在前方应战。但强大的精神力也让他们经常无法控制波动，甚至与男性亲近时，无意间因激动亢奋，
将对方精神冲击崩溃致死。故而他们都是贞洁之女，无法与男性相处，孤独高傲，无人敢接近。牧歌具备强烈的荣耀感与使命，带领部落发动战争，手持木质拐杖抵抗巨兽。双银性格随和温柔，喜欢带领妇女放牧，种植药草救治民众。瑟西却是个例外，她本有夫之妇，与丈夫亲近时无意间杀死了他，但她欲望极强，食髓之味，偷偷像邪眼一样精神魅惑部落里的男人，放纵缠绵，却又忍不住经常杀死对方。部落里开始出现男性的神秘死亡，人们暗地咒骂瑟西，瑟西却怀恨在心，用精神力诅咒那些反抗她的男性，使他们头痛欲裂，眼眶乌黑。女巫瑟西渐渐变成了部落里邪恶与恐怖的代名词。另外2位也劝阻不了，又不能合力杀死她，因为需要她的力量保护部落。由于瑟西的暴政，女性地位变得崇高，她们3个在部落里被称为女巫，象征强大、邪恶、神秘、恐惧、全能。这一日起，部落进入被女性统治的巫师时代。圣巫之矛记载，巴比伦部落受灾，男性稀少，妇女服邪眼之血，出现伟大的3女巫。战争女巫牧歌掌管无序之战争与荣耀，诅咒女巫瑟西掌管混乱之欲与诅咒，春之女巫双银掌管神秘学之药与放牧。女巫，我笑了起来，默默等了3天多，也就是他们世界里300多年，终于在大洪水的苟延残喘中出现了复兴的痕迹，竟然出现了融入第2基因的人。他们选择了邪眼，吉尔加美什融入了第2基因白蚁基因，力大无穷，而这批被称为女巫的女子融入了邪眼基因，拥有精神力。要不是那个邪眼物种作为第一个超凡物种出现在沙盘里，只怕永远不会成为超凡道路的诱因。邪眼大眼怪，好东西，给我太大的惊喜。我坐在院子门口啃着苹果，果然一个人苦思冥想太难了，集思广益，借鉴其他人的智慧。实际上白蚁基因太强了，需要的空白基因片段太大，正常人很难有那么大片的基因空白，而邪眼基因相对弱小得多，需要的片段不多，诞生概率也高，死亡了400人就诞生了3个。但他们比吉尔加美什差太多，对付普通巨兽都需要勇士配合，而吉尔加美什一个人就能横扫天下。他们的精神力运用很简陋，虽然也在研究巫术草药，却还是太慢。我想了想，回到房间上网查资料，西方有瑜伽冥想法，东方有道家内功的观想，都是锻炼精神的，把冥想的种子交给他们，让他们完善出一条巫师修炼之路。一条道路的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到处碰壁太难了，可一旦有了方向，必然快上无数倍。但我怎么去见这3位女巫？化身智慧巨兽又交付宝物，肯定不行。我又不能直接控制沙盘里的微型生物替自己行走。正想着，我注意到小沙盘里已有一群领先的硬核玩家爬上了陆地，他们发现还真有一个浩瀚无比的巨人坐在远处的通天椅子上吃苹果，一脸沉思。这个沙盘游戏贼有意思，我们设定里还真是院子里的进化虫子，是要反击巨人吗？3、4个玩家奇形怪状的窃窃私语，觉得自由度高的可怕。暗中观察，我们现在不是他的对手，别靠近他，万一被踩死了哭都没得哭。一群玩家趴在海岸线的树林上暗中观察，万一被踩死了哭都没得哭。一群玩家趴在海岸线的树林上暗中观察，对我指指点点。一群逗比，我坐在院子里看着远处一堆小蚂蚁对自己交头接耳，真把自己当成大 boss 了。咚咚咚，门口传来敲门声，苏晴来送菜了。算了，先吃饭。我站起身，我靠，地震了！只是他站起来了而已，快跑啊，别被踩死了！一群奇形怪状的生物抱头鼠窜，在大地上狂奔，身后一个浩瀚如云的万丈巨人慢慢走来，一步便横跨千里，轻易跨过他们头顶走向远处。等回来时，手里提着一个蓝色饭盒，坐回椅子上吃饭。我一边吃着农家饭菜，一边继续思考怎么把冥想的信息传递给巴比伦部落的3女巫。这时躲在小树林里的玩家们又偷偷走出来围成一团，这个 boss 竟然还会走过场动画，他在吃饭，先猥琐发育。我看着这群蚂蚁研究怎么攻略自己，顿时一脸无语。不过忽然心念一动，对了，游戏进化沙盘，我直接走玩家渠道，从孢子进化成一个微型生物，就能进入大沙盘了。我兴奋的不行，果然当初建立小沙盘是明智的，但要亲自下场，自然得先清场。下一秒，一则通告出现在所有玩家眼前，本游戏紧急维护，3秒钟后立刻下线。通告一出，整个沙盘炸锅了。狗策划3秒，说了等于没说。3秒一过，全部黑屏，无数人摘下 VR 眼镜，险些砸设备。他们全然不知道，正是因为在我面前聊骚，才让我想起了他们。不作死就不会死。论坛里疯狂骂策划，但抵挡不了对游戏的热情。其中那个秋名山车速陈文山还在论坛分析怎么对付他。在吃东西，我们可以进化出一种剧烈神经性毒素，然后自爆跳进他的饭盒里，让他把我们吃掉，最少也让他拉肚子。我进化一个长得像屎的剧毒物种，屎里藏毒。我懵了，这位仁兄上次要在我头上拉屎，这次直接想在我饭菜里下屎藏毒。我默默又为他记下一笔，这位仁兄，你以后自求多福吧。给小沙盘强制下线后，我提着一根白色橡胶水管来到沙盘上，用锄头在2个沙盘之间的地面下埋了一根10多米长的地下管道，打通了2界，这是我的 VIP 专属通道，没有我的允许谁都进不来。然后我回到房间，戴上 VR 眼镜，注册了一个玩家账号，骂我的都记小本本。登入游戏，眼前一片漆黑。过了小半天，我进化的物种终于走上了岸。这个身体，我看着自己和那些玩家一样猎奇的身躯，一只黑色长毛3眼乌鸦，2只正常眼睛中间一只树瞳，浑身黑色羽毛，还飞不起来，只能低空滑翔3、4米。副脑，这个乌鸦和大眼怪一样丑，根据越丑越强定律，潜力应该一样强大吧？它和大眼怪一样丑，根据越丑越强定律，潜力应该一样强大吧？创世主脑迅速给了我一个暴击，大概率不具备超凡潜力，只是单纯进化失败的畸形物种，备受打击。但转念一想也是，每种生命的演化
化都独一无二。大眼珠子是很多巧合聚集的奇迹生命，很难复制。不过要求不高，能移动就够了。我进入2个沙盘之间的秘密管道，经过一段漫长漆黑的隧道穿梭，眼前渐渐出现光亮。待回过神，已经出现在一片密林之中，树木茂盛，大地青葱，远处有恐怖巨兽在咆哮追逐，一副辉煌浩瀚的原始密林场面。我终于进入了自己的沙盘，我提着2只乌鸦爪子，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笔直向巴比伦部落去。巴比伦部落房屋错落有致，已繁盛到一定程度。3女巫的力量虽比吉尔加美什弱太多，却也能勉强抵抗巨兽侵袭。人类在庞大的巨兽食物链中处于中游，无法抵抗最恐怖的巨兽，但也不会随便被当成食物。稳定生存后，他们疯狂繁衍人口，因为需要巨大的人口基数，出现更多女巫。部落外的翠绿山涧深处，如梦幻仙境般的水潭中，3个美丽的女子正在沐浴。10多年下来，当年的3女巫已30多岁，在重元30-40岁老死的年纪里，他们的同龄人几乎已离世，可岁月仿佛从未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青春洋溢，体态健美，仿佛10多岁的少女。当年吉尔加美什融合第二加美什融合第2基因后，活了200多年，现在他们才30多岁，漫长的生命才刚刚开始。牧歌浸泡在清澈泉水中，慵懒道：昨晚又走了一个，当年一起长大的姐妹，早已白发苍苍。漫长岁月过去，才发现只有我们3姐妹的情感才是永恒的，周遭都在变迁，唯有我们不会老去。怎么，2位姐姐高高在上，作为巴比伦守护神，却孤身一人，是不是很羡慕普通女孩有丈夫和儿女？瑟西，你给我放尊重一点。早在当年看到瑟西沉沦后，他们就立誓设下3大女巫铁律： 1. 接受血眼之血前必须是贞洁之女，一生不许有所爱之人，成为女巫后禁止接触任何男性。 3. 女巫不许滥用力量对人出手。瑟西就是典型的反面例子，她的精神力太强大了，强大到随意控制不住情绪外泄，就会杀死弱小的男人。10多年来，每个月部落总有几个男人莫名死亡。这些年新出现了4个女巫，不再紧缺战力。牧歌和双银决定出手镇压瑟西，可大战后他们惊恐地发现，瑟西已经暗地里比他们强太多了，2人合力才能压制。似乎相比善良女巫压抑自己，邪恶女巫瑟西肆意放纵精神，反而让精神力越发强大。又过了5年，巴比伦16年，瑟西已深不可测，2人合力只能勉强抗衡。怎么样，真的不尝试一下吗？与其压抑，不如放纵自己。不，这种方法是歧路，我们必须摸索出正确的女巫精神修炼之法。既然无法说服你们，就只能强行动手了。瑟西面容渐渐阴冷，一股极其冰寒的精神气息从她身上蔓延，周围水波层层滚开。你竟然强到这种程度！牧歌与双银面色一变，动手！水潭旁出现了4个新生的女巫，手持黑色拐杖。牧歌早有准备，打算联合所有女巫之力击败瑟西。你们合力又如何？瑟西的狂暴精神猛然一掌，水花在冲击下剧烈激荡，鸡尾鱼被震得翻起鱼肚白。这就是女巫的力量。一道突兀的温和声音传来，一只从未见过的奇异生物，黑色羽毛的3眼乌鸦，不知何时静静站在茂盛树木上，望着他们的一切。谁？女巫们心思狂震，这里被精神气场包围，没有任何男性能偷偷靠近。可现在，先合力杀了他。所有女巫包括瑟西同时出手，强烈精神冲击汇聚一处，即使最恐怖的巨兽也要瞬间死亡。可这股力量打在3眼黑色乌鸦身上，竟不见声息，怎么可能？所有女巫干渴沙哑地望着这只乌鸦，心中回荡起同一个念头：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冥想的力量。女巫干渴沙哑地望着这只乌鸦，心中回荡起同一个念头：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冥想的力量。我站在枝头如是说，当然不是冥想的力量，他们靠精神力吃饭，在创世主脑的帮助下，自然无法对我造成损伤。实际上，我就是一只普通的畸形弱鸡。你是谁？众女巫第一次见到除了人类之外会说话的智慧种，他们想起了古老神话，除了人类之外的智慧种是伟大的智慧巨兽，也就是造物之主。您是神？神？如果你们那么认为，那么我便是神。我是造物之主曾经创造的智慧种之一，与你们不同，我虽强大，但没有繁衍能力，独一无二。我被命为掌管世间众生的智慧之神玄墨。你们也可以叫我另一个名字，莫秋丽。我来是为落后的巴比伦部落点燃火种，为你们带来世间的真理。世间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世界的一切规则，一切力量之源。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涵盖在真理之中。我要教给地上的凡人冥想、炼金与巫术的3重真理知识。冥想、炼金、巫术，众人面色彻底变化。当年吉尔加美什受赠3样文明宝物，如今他们将得到真理的3重知识。我们竟然遇到了传说中的神奇，像是做梦一样。第1，冥想是修炼精神的途径，使你们拥有成神的基础，通向我们这些伟大生命之路。第2，炼金是创造生命未知的神秘学，撬开真理之门的途径。天下万物相生相克，相互置换，便是炼金术的原理。炼金术的奥秘，天下万物相生相克，相互置换，便是炼金术的原理。炼金术的奥秘尽在3一公式之中，一种质取悦另一种质，一种质克另一种质，一种质主宰另一种质。他们听得似懂非懂，如痴如醉，面色紧张，生怕记错一个字。第3，巫术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你的精神从火中分解出土，从海洋中分解出火焰。按照这一原理，将从那唯一之物中产生许多非凡的转化。树上的3眼乌鸦突然倒地坠落。说完这些，我直接从乌鸦之上离开了沙盘世界，下线。我退出游戏界面，放下 VR 眼镜，终于搞定了。背了好几次，生怕说错字。演戏不是我擅长的，如果不是为了治病，我才懒得跑去背台词。要引导文明发展，当造物主又不露出自己是弱鸡的破绽，真是令人苦恼。讲道理，吉尔加美什那种恐怖人物，如果等比例出现在眼前，一巴掌就能把我捏死。哪怕3女巫掌握的
的力量也是历经无数死亡磨难获得的，是我不可企及的超凡生命，可我却要忽悠他们，想想就头疼。我根本就是个普通人啊！下线后洗了个澡，重启小沙盘游戏，几乎没几分钟，玩家们全上线了，骂骂咧咧又疯狂干游戏，努力进化新物种，用一个世界进行沙盘推演文明，来想办法自愈绝症。估计这么夸张的举动，世界上没人做得出吧？但这条路真是难走，种子已经埋下了。三类知识中，我最期待炼金术，制造药剂魔药，研究出能治疗癌症的方法。但炼金术只存在神话中，实现起来只怕很难。而冥想和巫术应该行得通，瑜伽、冥想、东方气功、内视都有类似的。修身养性、扩展精气神是板上钉钉的事。至于巫术，精神力高了，自然会开发出各种精妙运用。准备工作就绪了，就看他们能发展成什么样。只是可惜超凡物种还是太少，类似邪眼之类的，如果更多一点，才能提供更好的灵感。我叹了口气，看向那些玩家，你们给我用点心啊！这些家伙整天不想着好好进化超凡潜力物种，就想着歪门邪道，3天2头搞我。一群牲口，我得想办法榨干你们了。这时门口又传来苏晴的声音：凌晨哥，说好陪我去同学聚会的，该出发了。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到城里散散心也不错。换上之前买的新衣服，大步走出。我操，巨人又走出来了，快跑啊！进击的巨人又来了。我有6条腿，我只需要跑得比你们快就好了。地面上一群蚂蚁大呼小叫，撒鸭子狂飙。我也没有故意踩死他们的心思，只是在想该怎么彻底发挥这些免费的智慧劳动力。出了门，苏晴已经在门口停下电瓶车等待。两人进了城，来到一家中档饭店的2楼大包厢。推开门，一堆青春洋溢的男女围着桌子吃饭聊天。我一进门，整个包厢就炸锅了。谁呀这？走错包厢了吧？苏晴从我背后走出来，对爆炸性效果十分满意。这是我的男朋友，叫凌晨，超帅的。这个逼让你装的！旁边围过来不少女生，七嘴八舌的研究我。我静静坐在原地，知道陪丫头来就是让她装逼的。虽然调整回了之前的面孔，但经过3次物种大灭绝后，太多无用基因被抛弃，已经走向完美形态。那种超然气质是藏不住的。有几个男生面色不善，跑来灌酒。我来者不拒，在外面工作了好几年，什么没见过。几个淳朴的小男生倒没什么大恶意，但我现在的身体自然很难喝醉。灌倒了3、4个之后，再没人敢来了。吃过晚饭去唱歌，包厢里我坐在沙发上默默玩手机，等苏晴唱累了送她回去。不过随意一瞥旁边几个男生，他们在看的实况直播，竟然是孢子进化，太夸张了，真的有无限可能。只怕是类似超级计算机在及时演化。这个玩家太蠢了，我上都比他厉害，好希望公测，没可能的。有大佬分析不会大范围公测，虚拟真实的世界运算量太大，实际上容纳玩家人数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这不是虚拟世界，而是真实世界，不需要服务器演化，取决游戏人数的只不过是我的意志。这游戏太硬核了，那100个玩家也太菜，一堆畸形，应该让专业的来呀。旁边一个学自然进化学科的学生一脸羡慕，我来肯定进化出专业物种，让专业的来。我微微一惊，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已经想到自己该做什么了。这次陪丫头出来散心，果然不虚此行。